想等伤好了再去看老祖宗。5年前林家还是望族，现在却死的只剩我母亲还有祖母。这几年他们身子都不好，我怕他们受惊吓。如果他们都走了，那……我自己和自己比干饭，众人都纷纷看向我，以为是哪家的耗子成了精。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狠狠按住我拿鸡腿的手。婴儿啊，你可省点心吧，对面可是有3座炭炉子啊。娘，你说今晚哪座炭炉？
不求情，还抖得更厉害。最后太子只得自己跪下：“父皇，求父皇开恩，婉儿良善，平时总会去救助那些流浪猫狗。”外表跟个悍匪似的，内里却是个软蛋子。想我爹在京时，就算外出也会把我带上。小时候，我差不多都是。
子走后，祖母把我叫去了她的卧房。祖母这几日身子不太好，这日难得来了精神头。她说她第一次随我祖父上战场，穿着红色劲装、银色铠甲。受这打击，我母亲一夜白头，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晕倒在灵堂上。又有心软的人开始忍不住落泪。林家保我大200年，我等无能啊，竟保不了这一副孤儿寡母，我等无能。最后满腹哀嚎，哭声像
林征，你说值不值？林征愣了半晌，才意识到我所要做之事，然后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借势摔倒在窗前小榻，然后散落一头青丝。征哥哥，求求你不要对我如此，我祖母还停在灵堂，你再不放开，就算你得了手，我也会一头撞死在灵前。林征一步上前，想捂我的嘴，他越捂，我挣扎得越厉害，最后衣衫半解，头发凌乱，像是被人狠狠欺负了去。然后窗外的脚步也凌乱踏来，有人一脚踢开房门，我也适时松开手。太子起身，然后便看到门外站了一群人，有当朝太傅、礼部尚书、兵部侍郎、大理寺卿，以及他的好弟弟林毅。从昨日起，林毅便开始认我父亲为师傅，他来是帮忙，无人会怀疑。我起身束好衣衫坐好，一众人无声的沉默像宣旨，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落了墨，墨在纸上书写下当朝储君之荒唐。之前是无德不义，现在是无脑无智。一国储君如此，大梁又危矣。太子轻薄于我，绝不是因为我有好颜色，而是想逼我马上入东宫，不然这婚怕是要等上3年。而朝臣对他的骂，自然也要跟随3年。想必早上的一番场景让他怕了，所以才会病急乱投医，行了与街头恶霸无异的龌龊事。于是次日，太子再一次被骂，而弹劾唐勇的折子则又高了一尺，两权相害取其轻，最后为保太子。皇帝不得不自断一臂，还没下朝，唐勇便以多项罪名被大理寺关押，克扣粮饷，贪污受贿，强占良田，杀人越货。唐勇做的恶罄竹难书，但他真正的罪行，除皇帝外，很少有人知道。就算知道，也不敢宣之于口，怕一旦提及，便会遭遇灭顶之灾。当晚唐勇便死了，说是用裤腰带勒了脖子，死前还扒了自己的中衣，写下血书，说是自己从小便无父无母，没有靠山，得了皇帝赏识才登上高位。皇帝是明君，是他的再生父母，他做了错事，愧对皇帝，只能以死谢罪。那血书写得文采斐然，简直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。别人可能不知道唐勇，但我爹知道。有一次我爹喝醉了，就在我面前埋汰唐勇，说他从小到大认识的字都不到500，还不如我家的马夫。朝臣们看了血书也都落泪，他们真不想哭，主要想借此对皇帝吹彩虹屁。唐勇死了，他们都挺高兴，文臣觉得自己赢了，武将觉得自己还可以往上升一升。只有我和母亲知道，杀唐勇的人是皇帝，这人不杀不行，不杀。他怕别人知道他是个过河拆桥的小人，敬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祖母头七，唐勇断气，母亲一高兴就拉着我在灵堂里喝小酒。这虽不合礼仪，但无论是我还是母亲，都不愿相信祖母是真的走了。之前祖母喜酒，府中没有高兴的事，祖母都要饮上一杯。我之前小，祖母不让我喝，今日这酒我得赔。我把祖母的牌位摆在小桌上，给她斟了一杯。祖母，今日你可高兴？不过老太太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。现在死了，唐家还不够，你说接下来该死赵家的还是孟家的？说完，我把一杯烈酒灌入喉，激动的眼泪瞬间就洒满脸上。我得弯下腰去，又一个个头磕下去，可磕得再狠，也换不回我祖母的一声婴儿。祖母，我无能啊！他们杀了咱们5万林家军，可我杀不了那么多人。那些将士们也是有父母至亲的人，我杀了他们，这世上便会多出更多像我这样的人。唐家、赵家、孟家，我要杀了一个不剩。祖母，你和爹爹要是不急，就先在地下等等，我和娘，到时咱们一家团聚在一起，再走黄泉路。祖母这几年身子本就不好，但还不至于死这么早。那日唐婉来临府，我原本以为自己挨几巴掌就足够，祖母狠啊，她拿刀抵着脖子逼暗卫，让暗卫生生震碎了他的5脏6腑。那老曹也是，他提前就通了气，待我叩响宫门时，便是他身死道消之日。他说：婴儿啊，人生有死，但死不可惧，只要死得其所，夫妇何恨？夫妇何恨？可还是恨啊！恨皇帝不仁，恨苍天不公，恨老天瞎了眼，要把我的亲人一个个带走。小时候，母亲每日都要忙生意，她也本是富贵人家的娇小姐，但为了贴补我爹的军队，就硬生生把自己给练成了一个铁婆娘。是以我刚会爬，就被送到了祖母的院子里。母亲舞刀弄枪是一把好手，于内务和女工都不太擅长，但她还是日日给我扎头发做糕点，又拿过刀枪的手捻起绣花针，给我绣12生肖的肚兜。那时大哥二哥都去了战场，只有小哥留在府中。小哥每次欺负我，我都会拿着鸡毛掸子抽他，抽累了就换韩城继续抽，最后小哥只能求饶，然后再买一堆小玩意贿赂我。也是后来我才知道，
小哥大部分时候惹我都是故意的，他喜欢看我掉金豆子，喜欢看我笑，更想把这世上所有新奇好玩的小玩意都送给我，所以才想了这样的损招。而二哥就没有这样跳脱，二哥不喜言语，但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奇闻异事的小人书。那时我识的字还不多，他便把书上的内容画下来，再配上简单的文字，如此我读起来就不烦了，有时还能废寝忘食。大哥从小就跟着爹，长得英武不凡，更是学了一身好武艺。每次归家，他都会在演武场上给我演练一番，然后摸我的头。日后若是谁欺负了石楠，楠楠记得写信告诉大哥，大哥非要一枪把他挑了去。大哥长枪耍得好，常常用长枪挑人，但最后却被人用长枪钉在了城墙上。而韩城从小就是我的打手兼跟班，基本是我指哪他打哪，很多人都叫他狗腿子，只有我叫他花花。他长得唇红齿白，比花还好看，所以我便常常往他臂上沾花。花花，我觉得你长得比那春香楼的花魁还俏。我没有恶意，只是实话实说。但每每都气得他掉眼泪，可不出一天，他就会继续在我眼前蹦跶，像开屏的孔雀，一闭眼，他们都还是那么鲜活，可我却再也无法牵他们的手，看他们的笑，他们都回不来了，他们都长眠关山，含冤而死，所以死一个唐勇怎么够啊？做下一件恶事，便需要用更多的恶事来掩藏。为了掩盖当年的真相，皇帝在派人勒死了唐勇之后，又噼里啪啦把唐家其他男丁都砍了头，女眷发配，估计是留着路上再解决。我托关系又使了银子，这才把唐婉留在了教坊司。唐婉以为是太子救了他，要拜见太子，我让那人给了通融，但不想唐婉没等来联系，倒是等来了一顿拳脚。太子的名声毁了，日子不好过，便把仇都记在了这个失去一切的女人头上。唐婉像是被打傻了，常常一个人坐着，连饭有时都不记得吃。我去见他的时候，他才有了点人气。他恨恨盯着我，你是故意的。不，我格局没那么小，我保下你，只是想用你来杀人。我坐在他对面，像是老友那样和他闲聊，聊一些他没有看清的真相。其实太子真正心仪的太子妃并不是你，而是丞相赵怀之女赵宣。但太子不想让赵宣担了抢人夫婿的污名，何况赵怀是个人精也不许，所以他们才把你当枪使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赵明。赵明是赵怀独子，你对太子有救命之恩，他若真的爱你，怎会容你受这般屈辱？太子虽然被禁足，但皇后可没有受到一点点处罚。唐婉听完便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太子纵容你羞辱陷害我，我若胆小退婚，腾出的位置便是赵宣的。我若死了更好，毕竟下手的人是你，他手上没沾一点血，给你一个侧妃之位，你还要感激涕零。假如太子没乱了分寸，那么到现在你唐家全族死了，兵权自然而然便会落入太子一党之手。好一个一箭三雕，你猜这计谋又是谁出的？唐婉，你对他满腔爱慕之情，但最后害了你全家，你现在每晚能睡得着吗？那日在菜市口，你们唐家的男儿都被砍了头，就连你7岁的侄儿他们都没放过。比惨，我自愧不如。说完我便起身离开。这人头落地的噩梦我做了5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滋味了。尝完了就动手吧。唐小姐，我可看好你哦。之前唐婉虽娇蛮了一些，但不得不说这人长得确实明艳，京中有不少贵公子都仰慕她，但她心里眼里却只有林征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仙女落凡尘，于是那些贵公子们就一个个排队，成了入幕之宾。这些人中有些想趁此羞辱她，但也有些人愿意为她所用。于是半个月后，赵宣在去净坛寺烧香回来的路上被山匪凌辱致死，而同时赵明也在唐婉的肚皮上咽了气。唐婉用金钗捅了赵明的喉咙，然后是自己。赵怀为了贤明，只娶一妻，生一子两女，现在却两死一傻。是的，在2具尸体被抬回丞相府的当晚，赵家小女儿就被吓傻了，就像当年见了我父兄尸骨，我也差点傻了。赵怀的女儿是真的傻了，因为那天晚上我让人在她的床上挂了一个生了蛆的人头，蛆虫落在那小小娇娥的脸上，想想就觉得爽呢。冬日初雪，也是赵怀一夜白头的那天，我坐着青布马车去郊外给家人们上坟。当年父亲权大，引得文臣不满，以赵怀为首秘密上书皇帝压制武将。那时皇帝还不敢明着打压我爹，便从粮草军饷处下手。皇家不把那些兵当人，但我爹不行，那些兵担子没棉衣穿，我爹便也不穿棉衣，这可把我娘心疼坏了。自此便没日没夜赚银子，赚了银子再换粮食，换棉衣，换军人的命，换家国太平，但最后换来的是昏庸皇帝的一把刀。我爹名声越大，皇帝越害怕。当年皇帝信誓旦旦要做个明君，但当了皇帝之后才发现明君不好当，他夜夜心惊，怕人说他不如我爹，也怕我爹会夺了他的天下，于是便有了关山那一战。赵怀是谋士，唐勇是刽子手，而北夷人是帮凶。唐勇在皇帝的授意下成了我爹麾下的左将军。
必唐婉和赵轩身边也都有他的人。之前我得到的消息说是林毅也想拉拢唐家，但被拒。他根基太浅，明面上没有竞争力，但他聪明，碰壁后便开始渐渐在暗中捣鬼。殊不知我早就想找个捣鬼人，于是他送了，我接了，然后又安排了唐婉对太子的救命针。既然他想让我们这帮女人互相扯头花，那我就扯得像些，真些难看些，难看了才能让有些人在朝堂上做手脚。我演戏是为了公人心，而朝臣间的公节则是为了方便有些人借刀杀人。现在唐勇死了，赵怀废了，下一个也该送林征上路了。林毅执意送我回府，我虚弱的连拒绝的力气都没有。下车前，林毅含情脉脉看向我，最近京城不宁，还是让青竹跟着你，不然我不放心。说着也从袖袋里掏出一个锦囊，是青竹的卖身契。之后他就你一个主人，若被亏待了，便是本王的不是。银儿妹妹先去庄子上躲躲也好，待安定，本王亲自接你回来。谢师兄。第二日，林毅安排人把那个锦囊呈给了皇帝。锦囊里是一封血书，乃唐婉死前所写。血书言太子豢养私兵，在京南300里。这话别人说皇帝可能不信，但唐婉说，皇帝立马就派了人去寻，最后自然是寻到了私兵。太子有，林毅自然也有，还有的更早。林毅是狼，早就不甘居于人下，但太子自小高傲又胆小，于是1年前，我派人给太子幕僚递了信。兵这东西，林毅养了，太子不敢不养，于是他就在京南的深山里养了2000人，人证物证齐全。皇帝气得翻了白眼，但待禁卫军把太子押到金銮殿，他则是直接吐了血。太子不知几时染了五弹散，现在正是癫狂之时，一会痛哭流涕，一会大骂皇帝怎么不早死，还差点抽了侍卫的佩刀砍伤人。皇帝嘴里的血吐了又吐，恨不得将太子杀之而后快，但最后也只是将人贬为庶民，然后流放千里。出京那日，我和太子的马车在城外遇到，又是一阵惊马。这次滚落马车之外的是林征，我挑开车帘俯瞰他，就像我父兄死后他每次俯瞰我那般冷漠无情，看他如看蝼蚁。我在庄子上安心给祖母抄佛经。又过了些时日，宫中终于传来噩耗，太子在途径祁县的时候遭遇泥石流，人马都被压成了肉饼。一朝太子流放，不足千里便死于非命。大臣不敢言，但看受益者都纷纷猜是林毅的手笔。他也确实派了人去，但杀林征的不是他，是花花。花花一剑砍掉了林征的脑袋。当年我大哥受伤被俘，先是被长枪钉在城墙上，后来为了侮辱林家军，他们又把我哥的脑袋当成蹴鞠踢。现在风水轮流转，花花来信说他在那人头外封了起，让他们省着点踢，可以踢10年。林征死后不久，林毅成了新太子。新太子心思玲珑，第2日就向皇帝求旨，说是要娶我。新太子哭唧唧说曾受我父提携，非要照顾我余生。皇帝也抹了一把泪，我对不住老林，既然你有这份孝义，那朕便允了你，可切莫和你皇兄学。后来听说2人隔岸相望，都是泪两行，这还演上了。我听后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于是我又风风火火回京，然后直奔御书房，长跪不起。林毅知道后，又陪我一起跪。太子，你怎可糊涂？我之前被人不喜，就是因为林家无人，不能做他依靠。但是那人毕竟还有唐家、赵家、孟家，殿下你呢？你若执意如此，我日后怕是夜夜不能眠。林毅望着我，笑得温柔缱绻。他以为我被前太子厌弃，给他一点好，便会倾心相付，那我便如他的意好了。他越笑我越忍不住眼泪，就像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依靠。真的不可。林毅拉着我起身，又高调送我回府。后来母亲回京，拉着我又去跪了一次。最后皇帝无奈，笑着把我们赶回去，又送了很多赏赐。我闷闷不乐，赌气要去江南，反正还在校期，一时也无法成婚。我料定林毅不会阻我，我可不敢再上京待着，免得惹了某些贵女的眼。林毅以为我一朝被蛇咬，吓破了胆。也好，江南自然是好，于我于你都是，毕竟进可攻，退可守。3日后，曾经辉煌的镇国公府彻底闭府，我和母亲一起下江南。林毅高调送我们出城，我们一行人先行陆路，再走水路，一路不疾不徐，遇到好的地方就停留些时日，表面是游山玩水，实则是查看生意，然后探望些学子。父兄死后，祖母先是写信让父亲的心腹保全实力，然后又让母亲火速把生意从京中撤出。这些年，我们任用忠心的掌柜，给可观的分红，又和诚信的商户合作，渐渐便把生意开遍大江南北。而挣来的钱，除了养兵，便是用来扶持学子。之前人人都笑我身为将军之女，却被吓破了胆，却不知我胆大着呢。母亲只想报仇，而我则想
黑皇子办得好，回京得了皇帝褒奖，没几天就分了太子的权。林晴是皇帝第7子，武艺好，性子鲁莽，是成年皇子中最易被蛊惑之人。于是我们便送了他一份大礼。青州是大梁富饶之地，各种势力盘根错节，这些年贪腐早成陈疴，但皇帝派了几任钦差都没把问题解决。而这次能解决，是我暗中给了林晴不少助力，主要是撒了不少钱和利用江南陈家的关系。我母亲就出生于陈家，人家不入仕，但个个都是经营生意的好手。上京那边，江南林府的门也大开，来往的都是武将，只不过是赋闲在家的，不在朝中挂职，便不会有结党营私的嫌疑。而且接待这些人，我们也都敞敞亮亮，表面是会老友，实则是在给上京一个信号。以林毅的聪明，他应该很快就会接我入京，蛰伏3载，是该回去了。只是这次不知是谁先死。1个月后，我回到上京，而回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太子府退婚。林毅诧异，也有些忐忑。我现在还有利用价值，他舍不得我转投林晴那里。林毅越是追问缘由，我越是流泪不语。最后示意我绝迹皇家，不会嫁入皇家。说完，我右身跪下去，然后抽抽噎噎说出我查到的一些事，半真半假。此前有武将出入林府，林毅自然知道，所以他便信了半分，猜这些都是那些老将所言。这些事其实我也不知真假，就算是真，我一个小女子也无力改变什么，只是不嫁是我的底线，不然我父不来找我，鬼也会缠上我。我伤心欲绝离开太子府，现在林毅需要我，自是会派人调查，而他能查到的，也是我提前准备好的。毕竟这世间真正知道真相的，也不过我和母亲2人，还有一个就是花花。半月后，林毅拿到了答案，也做出了抉择，只是现在闹开于江山社稷不利，而皇家声名受损，他也得不到好。若你助我，带我登上高位，我会替父皇下罪己诏。我如何能帮到你？站在我身边即可。见我不表态，他又说起了他母族被灭之事。那件事我多少有耳闻。林毅和林征年岁相当，但武功学问林毅更胜一筹。那时皇帝也偏爱太子，所以便默许了皇后的所为。那一次穆家被安了好几项罪名，几乎被灭族，留下的也都是扶不起的阿斗。这些人不但帮不了林毅，还会扯他后腿，是以林毅才不得已自己跑到了战场。站在你身边就可以吗？可是我还是有些惶恐。不必惶恐，我现在所得多少有师父功劳，所以照顾你也是我心中所愿。我暗笑，除去唐勇之后，我林家虽然表面无人掌权，但军中余威更盛，所以我的选择便多少代表了武将，而且照顾我，他又能白得一个美名，这算盘打得可真响。忘了我南下的时候，他让青竹给我下的慢性毒药了，婚没退成，我只能又拿起针线绣嫁衣。安排了织造司，不必你亲自动手，还是自己绣好，毕竟我绣了这么多年。林毅脸上神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没再说什么。能说什么呢？毕竟我只会绣嫁衣，这一绣又是从夏绣到冬，直绣到雪落上京城。而正巧那日京中哗变，满宫染血，就像我父兄战败那日，也是百里雪地，血透白雪，再染黄沙。这世间全是欲望，真是个好东西。当年皇帝用唐勇这把刀杀我父兄，那今日我便用林毅这把刀杀他全家。半月前，林毅被老皇帝派到西境去巡查，来回最少要3个月，多则半年。这主意是林晴出的，老皇帝听了，这让林晴有了自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错觉，再加上又有人蛊惑，于是便带着京郊大营的3万兵马直接逼宫。而当他快把老皇帝戳死时，林毅却忽然从天而降。林晴在闭眼那一刻才知道，林毅根本就没有出京，而是将计就计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林毅之所以敢将计就计，是我给的底气。他知道我站在他身旁，他就可以利用林家军的余威，但不知林家军是真的听命于我。我爹死时我10岁，今年20，10年间，人们只看到风雨压弯了我的骄傲，磨平了我的性子，却不知在我的筹谋下，朝堂早已换了好几次血。他们像水沉于海，像虎饮于林，只待1日号角起，便可绝杀于千里。这次京城之乱很快被平复，林晴被乱箭射死，皇帝受重伤，奄奄一息。不出1月，皇帝驾崩。皇帝驾崩后，太子林毅替父下罪己诏，公开我父兄惨死之真相。林毅此举虽然被一些老学究骂大逆不道，但更多的是赞誉，赞他大义灭亲，可开太平，国不可1日无君。山呼海啸般，群臣拥立林毅登基，而林毅自然是惧了又惧。但一场惊变，皇宫再无皇子，最后林毅只得接受，愿以天下为己任。林毅登基后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让钦天监择吉日，说是要迎我为后。钦天监正在那边掰着手指头测算，这边就有老臣哭天抢地，大臣不满自然有理由，毕竟在满上京的贵女中，我除了有个好爹，其他方面并不出众。皇后的担子太重，他们怕我担不起，于是便有懂事的朝臣出来打圆场。林姑娘一看就有贤德之相，定是希望我
人，于是便不同意也不拒绝，就这样拉扯了3日，结果没出来，但我善妒的名声却传了出去。皇帝为了安抚我，轰轰烈烈摆驾到临府。最近有些老顽固，在朝上没事找事，婴儿可别恼了。我当日应你的话，自是算数。我想了想，他说的是我执意退婚那日，他允了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那日我只是沉默的时间久了点，他便急急开了口，因为他从始至终都知道誓言不值钱。我将泡好的茶递了一杯过去，茶香袅袅，我的声音也悠远。我父当年扶先帝登位，为的也不是一己之私，而是希望我大梁海晏和亲，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心。所以望陛下且莫为了我和大臣离了心。说着，我起身朝林毅行一拜，以臣下之礼。林毅屈身将我扶起，眼角瞬间染了红。婴儿如皎皎明月，得知我幸。信吗？但愿你大婚之日还能说出这般话。林毅从我这里拿到了满意的答卷。第2日，林府便收到了皇帝的册封诏书，然后又1日，收到诏书的是新任丞相家和太傅家。我代表武将，丞相领衔文臣，而太傅则彰显皇帝德行，如此3足鼎立，方可保他朝堂安稳。可真是既要又要啊！哎，还不是如先前那位一般。这林家人其实既要又要也没什么不好，就是急了点。先帝是，前太子是，现在这位陛下也是。而我最擅长的便是慢慢等，等羽翼丰满，然后大鹏1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大婚那日举国欢庆，林毅也高兴，有一股执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的豪迈。不过那1日，我也确实极美。10岁我还没太长开，便被封为上京第1美人，然后美了没几天，就被风吹雨打去。还好江南3载，把我养回了人样，一双美目含情，娇软着看向林毅。陛下，我对林毅从未呈现过如此娇态，所以只一眼，他便晃了神，然后乖乖喝下我递过去的合卺酒。他喝完，我又斟了2杯。待他倒下时，我才从旁边的帷幔里又拉出一人，是易容成林毅模样的韩城。我与林毅在饮合卺酒，然后当着真林毅的面交颈缠绵。一般的合卺酒里都会有春药，所以他喝得急，但不知他喝的那杯是毒药，毒入肺腑，肺腑会一点点腐烂，但一时死不了。林家欠的债太多，我不会让他死得这么痛快。为什么？贤妃、淑妃那边，你若是不喜，我不利便是。婴儿，你对我怎么如此狠心？不知是我演得太好，还是他们太蠢。从始至终，他们都把我当成只懂情爱便可随意践踏的小女人。我想，若没我父兄之死，我怕真的会成为一个只会拈酸吃醋的女娘。丈夫不宠我了，我便会跑回家去，大不了休夫就是。但他们都死了，后来是恨给我重铸了一副身骨，让我铮铮立于这天地间，也看到了更多人间的苦难。这苦难让我看得更远，想还这天下一缕清明，而杀林家人只是一个开始。你们林家人真是健忘啊！林毅，你可曾听过我太祖的事？当年我太祖和大梁先祖一起打天下，得胜后，我太祖心甘情愿辅佐大梁先祖，从此一人占沙场，一人安朝堂，这才换来这大梁100年太平。后来是我祖父，再后来是我父兄，这大梁每次江山不稳，都是我林家儿郎用血肉去赌。关山那一战，加上我父兄，林家死了上百个好儿郎，唐家参与其中，死的人更不计其数。可最终得到什么？是含冤而死，是家破人亡。所以这大梁的江山也该换个人做做了。我没处死林毅，而是把他关到了冷宫地下的暗室。这暗室是韩城5年前带人挖的。韩城没死，当年我小哥被腰斩的时候，他是见证者。他武艺高，支撑到了最后。后来快饿死时，是我割了腿上的肉给他吃，他一边吃一边流泪，不吃会死，吃了才有力气。也是最后这口力气，让他从那万人坑里爬出来，然后又一步步爬回京城。走时，韩城是这上京最美的少年，但回来却满身脓疮，膝盖以下几乎只剩一副白骨。父兄战死，我满腹悲痛，但还不至于心死，因为林家自太祖起，便是以护天下苍生为己任，万死不辞。但韩城回来了，我们才知道，那皇帝的恩赏，光鲜的门楣，不过都是假象，是他们为掩盖真相而铺上的遮羞布。林家郎向来以战死为荣耀，但冤死不行，这仇得报。在战场，父兄可以以身为刀枪；在朝堂，亦是为报仇。祖母可死，母亲可死，我亦可死。1个月后，我和韩城去看林毅，韩城顶着林毅的面皮，逼真的让林毅自己都恍惚了半晌。这1个月，韩城仗着新帝的身份，雷厉风行处理了好几桩大案，牵扯的都是林毅真正的亲信。而马前卒是新丞相王旭，
大婚那日，韩城让人砍了林毅的手脚，现在他就被放置在一口缸里。我大哥被砍了脑袋，所以林征被做成了蹴鞠；我二哥被乱箭穿心，所以林情便也死于乱箭之下。我小哥被拦腰截断，于是我们便给林毅安排了这样的下场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家人值得。韩城当着林毅的面揭下面皮：韩城，你没死。没死，留着你，就是想让你喊一声我的名字。是的，韩城没死。当年留着一口气爬回上京，就是为了取你们林家一群畜生的狗命。当年我见了父兄的尸首，便夜不能寐，而我眼睁睁看着5万人一个个倒下，因而大部分都是我的人。对了，还有王旭，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。之前他喜欢我娘，但没抢过我爹，便每日里骂我爹。他骂我爹，我就拔他胡子。后来我爹死了，他就哭得最惨，最后哭晕了头，还差点栽到茅坑里。所以你当初想娶他女儿，我之所以会应，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。而太傅帮你的好父皇做了不少恶事，那淑妃过段时日扔井里就好了。而你，我不会让你死。你杀了你父皇，那这剩下的罪孽就只能你替他受了。说完，我和韩城携手走去冷宫。婴儿，天终于晴了。是啊，终于晴天了。我们来时漫天飞雪，而现在雪后初霁，阳光耀眼。我和韩城一起朝着北方行跪拜大礼。忠魂不泯，林家幼女林英，请各位英灵安心归西。忠魂不泯，林家义子林韩城，请各位英灵安心归西。林毅登基后，政令通达。1年后，我诞下公主，直接封为皇太女。3年后，被囚禁的林毅病逝，我临朝听政。同年，韩城改名林迈，带领林家军开始征战天下。钦天监也册出改姓以固国本。虽然很多朝臣不满，但兵权在手，无人敢言，是以皇太女改名为林则，寓意责备天下。5年后，大梁统一6国之后，军队改革，女子可以参军，有先锋者开拓海运，大梁商贸日渐发达。皇太女10岁时，韩城过世，她早就伤了根本，连年出征更是让病情雪上加霜。起初我心疼不允，但她却异常固执。她说以战才能止战，她说人是活物，不是麦子，人应该活在亲人身边，不应该死在战场之上。韩城死后，我又生生熬了8年，直至太女18岁登基。太女5岁入金銮殿，10岁理政，如今一身文韬武略，周围又有我与韩城为她挑选的能臣良将，相信她能成林家风骨，托江山伟业。我走那一日，春光灿灿，满树桃花映窗前。早起我吃了几口粥，然后便慢慢闭上了眼。我想也是时候去见见我的亲人了，我爹我娘，还有我的老祖宗，大哥二哥小哥，还有韩城那个爱哭鼻子的簪花少年。自此梦里不再有枯骨，从此鲜花照人间，